赚钱并没有那么复杂，就是你学那么多的经济跟金融，到最后也是一样的，也都要等3个月左右。只要我们熬到鲍威尔下台了，也就是现在的美联储主席任期结束了，那么下一个上台的人呢，基本上都是听美国政府的话了。到时候呢，美联储就会非常的听话，无脑的去降息跟印钱，这样无数的美金呢就会冲进全世界的资产，然后这些资产呢就会暴涨。所以只要我们现在提前去投资，然后闭着眼去等3个月，钱就会自动的跑进我们的钱包里面了。真的是这样吗？大家好，我是扫地僧。经济学告诉我们呢，美联储降息之后呢，大家借钱就会很便宜了，然后大家都会去借钱消费，最后物价呢就会涨了起来，通胀呢就会上涨嘛。而现在美国政府就向全世界证明了一件事啊，现在美联储是不是已经降息了？但是你会发现最近的通胀数据呢竟然就降了下来了，从 3% 降到了 2.7% 左右。也就是说现在美国的利息越来越低了，但是大家都不去借钱，也不去消费花钱了，为什么呢？各位，前2年只要你把钱存进去美国的银行呢，银行就会付你 5% 的利息。而现在美联储它确实是降息了，你存银行的利息呢就只剩下 3.5% 左右了。那么问题就来了，你现在存钱去银行能赚到的利息是变少了，那你会不会就不存钱了呢？然后反过来你要去找银行借钱去投资消费呢？你可以去想一下嘛，之前的通胀是 3%， 而你今天有1000万，你什么都不用做，你只是把钱放在手上，1年后你的这个1000万的价值呢就只剩下970万了。但是如果你把这个钱存进去银行，你赚到的利息扣掉通胀的话，你这1000万还能替你多赚5万。简单来说呢，就是你存钱就赚5万，拿着现金呢就亏30万。那你会去存钱还是拿现金呢？更不用说借钱去投资了，你把钱存进去银行，银行都要付给你 3.5% 的利息了。如果你去找银行借钱，银行是不是至少要收你个 4% 的利息，它才能赚点钱啊？也就是说，今天你跟银行借了1000万，你什么都不用做，你就要先还 4% 的利息给银行。而这1000万到了你的手上呢，每年还要再亏个 3% 的通胀，所以你1年下来，你投资是不是至少要赚到 7%， 你才不亏钱呢？就是你搞了那么多的东西啊，借了1000万出来，你赚了60万，但是你最后还是亏了10万，那你怎么玩呢？所以并不是说美联储降息了啊，大家就会去借钱投资消费了。只要银行给到的利息比通胀是高的话呢，那么大家还是会把钱存进去银行的。而且人性告诉我们什么呢？利息降下去的时候呢，反而是更多的人会去存钱的啊。比如说以前银行升息的时候呢，从 3% 升到 5%， 如果你在 4% 的时候呢，就把你的钱存进去银行了，你就会去怪自己为什么不多等一下呢？等到利息涨到 5% 的时候才去存银行嘛。而反过来，如果利息从 5% 降到现在 3.5% 了，你就会去怪自己为什么不在 5% 利息的时候赶快去存银行呢？也因为这样，反而就会让更多的人抢着把钱存进去银行，因为现在存钱还能不跑输通胀。如果你再不去存钱呢，不去锁定这 3.5% 的利息的话呢，那么到时候连这 3.5% 的利息你都没有了。所以利息降得越接近通胀呢，反而就会有越多的人去存钱，越多的人去存钱呢，通胀就会稍微的降下来一点。再简单来说呢，不是降息反而压低了通胀，而是因为现在降息了之后，利息依然很高，利息依然比这个通胀高，所以大家依然还会去选择存钱而不是借钱，通胀呢才会被压下来的。但是一旦存钱的利息比这个通胀低了呢，就是如果利息被降到0了啊，通胀还是跟现在一样是 2.7% 的话，那会怎么样呢？就今天我有1000万，我把钱存进去银行，借给银行去花，但是银行不给我付1分钱的利息，而且我的这1000万呢，1年之后还会因为通胀贬值27万，那我当然就不存银行了，我自己现在花不是更爽吗？甚至我还会去银行借钱，因为我借钱的利息呢可能只有 1%，
但是1年后通胀钱贬值了 2.7%， 那这中间我什么都不用做，是不是还赚了 1.7% 的钱呢？这能不能听懂啊？也因为这样，只要美联储真的听美国政府的话，把利息降到0的话呢，大家就不会把钱存银行了，甚至还会去借钱投资消费，然后物价就会被炒高，通胀就会瞬间的暴涨了。20年疫情的时候呢，美联储就把这个利息从 3% 直接降到0嘛，而且还去印钱嘛，结果美国的通胀就直接暴涨到了 14% 了，相当于你拿着1000万什么都不用做，1年之后呢就会直接缩水到了860万，你再什么都不做呢，在1年之后又会再缩水到740万左右，这样你是不是就会被逼着不能存钱，要把你的钱拿出来投资跟消费呢？而大家都把钱拿出来投资的话，资产是不是就会暴涨呢？各位，所以钱缩水对谁最有利呢？当然就是欠钱的人嘛。我借了你1000万，2年之后我还给你的钱只价值740万，爽不爽啊？那美国谁欠的钱最多呢？就是美国政府嘛。所以美国政府他要的就是通胀，通胀的越多呢，钱就越不值钱，他赖的账就越多，而且他只要把利息降到0，这省下来的钱就可以多开一支军队了。最重要的是股市涨了，资产涨了，投票率也跟着涨了嘛。那么问题就来了，现在的美国政府他要的真的只是表面上的赖账，借钱不还利息，还有资产暴涨的话，那么美联储为什么就不能给他呢？真的是怕物价暴涨了之后让普通老百姓的钱缩水吗？各位，如果你70年代就已经活着了那现在的一切你是不是就觉得很熟悉呢？美国政府它真正要的根本就不是降息，而是一场对资本家的收割。什么意思呢？如果你不想要成为这一次的牺牲品，甚至你希望可以跨越阶层的话，那么你可以订阅我的频道，因为你预期我后续会给你更多的资讯。而如果你怕自己听完以后就忘了，等于浪费了你的时间了，那么你可以为这部影片点赞，这样影片就会自动的存在你的播放列表里面，让你随时可以回来跟着去做。你有没有发现去年9月美国的通胀涨到最高的时候，美联储它直接就降息了，直接去鼓励你借钱，进一步的推高物价。而最近通胀跟物价就降了下来之后呢，现在它反而就不降息了。为什么？这难道还不能证明物价高不高，普通老百姓买的东西贵不贵，根本就不是美联储降不降息的关键吗？各位，这个世界杀伤力最强的并不是那些拿着枪或者是开着飞机大炮的人，有的人呢，他只需要一句话就可以千里之外取无数人的性命跟财产了。22年的时候呢，美联储一句话就把利息提高了，当时全世界的钱都往美国跑嘛，因为美国存银行的利息很高我什么都不用做，美国就付给我 5% 的利息嘛。而且当全世界都把钱换成美元的时候呢，美元还会疯狂的升值那为什么美联储的资本家要这么去做呢？自己家付很高的利息给其他国家去赚钱呢？我们看日本，美联储升息之后呢，日元对美元暴跌了 30% 嘛。简单来说，日本的所有资产对美国人来说全部便宜了 30%。然后日本的经济崩盘了之后呢，当时大部分的资产价格都是暴跌了，也就是说汇率先给你便宜个 30%， 价格呢可能还再便宜个 30%。也因为这样，巴菲特就把日本最大的5大商社都收购了。再简单来说呢，美联储的资本家一句话把利息提高了之后呢，就可以打爆全世界的汇率和价格，中国呢也不例外，当时的人民币就暴跌了 14% 左右了。简单来说呢，如果你当时把人民币换成美元，然后存进美国的银行，你什么都不用做，你的汇率先赚个 14%， 利息呢再赚个 5%。所以我看了一些中国的经济学家就说嘛，中国很多的企业，他们卖东西出口赚了美元之后呢，他们并没有把美元换回来人民币，而是直接存在美国的银行吃利息。他们估算当时从中国跑过去美国的资金呢，大概是有3万亿美元的。那这是什么概念呢？在2020年的时候，中国的经济规模呢，大概是15万亿美元，现在抽走了3万亿，就相当于把 20% 的钱抽走了嘛。那我们不要说抽钱了，今天你一次性的被抽了 20% 的血，你也会晕的，对吧？
所以最直观的后果呢，就是当时中国的房地产崩盘了，比如说最大的房地产公司呢就破产了，房价就暴跌了，很多城市的房价呢都直接砍了一半了。如果对比美国金融危机最差的时候呢，美国的房地产从最高位跌到最低呢，也就跌了40%。所以如果从房价的后果来看呢，中国其实就经历了一次跟美国08年一样的金融危机了。但是中国的资产并没有被美国的资本家去抄底，为什么呢？因为中国有资金的管制，美国资本家的钱呢根本就进不去中国，就是我美国资本家手上有很多钱，而且你人民币的汇率跌了很多，中国的资产呢也跌了很多，但也没有用啊，中国不让我去买啊。所以美国一直以来呢就希望逼中国开放这个资金的管制，就一直维持着很高的利息，让中国顶不住，只能让美国的资金进来救市，但中国呢就不放。再简单点，就是我美联储升息抽走了你的钱，让你的汇率跟资产暴跌，我进来抄底，同时呢也可以救活你的经济，但中国就是不放你进来嘛，这就是上半场战争的结果。所以美国就只能一直去付这个高利息，付着就没钱了。前2个月美国2家银行就倒闭了，银行都要把救命的钱拿出来花了，也因为这样，美联储就不得不扩表印钱，先救一下自己家的银行了。细节可以看我之前的影片。而现在下半场的重点就来了，中国一个很出名的经济学家，也是以前的政府高官呢，就出来说了一句话，他说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呢要涨个15%左右。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刚才不是说了吗？很多中国的企业出口赚了美元之后呢，就把钱存进美国了嘛。而现在这句话就是告诉这些人，如果你现在还不把你的美元换回人民币，那么你之前存美国的银行呢，确实能让你赚5%的利息，但是只要你把美元换回来人民币的时候呢，你的汇率就要亏15%。这就相当于你要赚3年的利息，你才能够把这笔汇率亏的钱赚回来。也因为这样，现在人民币对美元呢已经涨了个5%了。也就是说，下半场中国它要做的就是把之前被你美联储抽走的钱都抽回来。那中国的经济才刚慢慢的恢复嘛，难道中国就要升息把钱抽回来了吗？各位，让人民币升值呢是不需要升息的，它只需要把手上的美债继续的卖掉变成美元，然后把美元大量的去换人民币，这样人民币呢就会涨回来了。也就是说，中国不但要从美国把钱抽回来，而且还要继续的去砸美债，这样美债就会继续的卖不出去。所以一旦美联储真的把利息降下来了，那么之前存在美国的钱呢就赚不到利息了嘛，这些钱呢就会进一步的加速跑回中国，美元的汇率呢就会被砸下来，还有呢美债就会被抛售，现在已经没人买了。就是今天美国政府跟你去借钱，给你4%的利息，你都不愿意借给他了。如果美联储还去降息了，甚至把利息降到0的话，你借钱给美国1分钱利息都收不到，那你还会借钱给他吗？再简单来说呢，美联储现在降息的话，钱就会大量的从美国流回中国，不但美元和美债可能会出事，同一时间被抽走了那么多钱呢，美国也可能会出现流动性的危机了。所以22年美联储升息的时候呢，我们不觉得美股因为资金流进去美国嘛，反而是暴涨了。而这2年美联储降息的时候，美股却经历过股灾了，而我们不觉得黄金跟白银呢直接翻了2倍。所以很多人一听到降息就觉得资产就会涨，但是大部分人他们一进去呢就出现暴跌，然后恐慌的去割肉，错过了后面真正的暴涨。又或者学了一堆指标跟财报，但实战的时候呢，却发现他们这些都是矛盾的，最后都是凭感觉下单的。更重要的是，明知道 AI 是未来，但不知道买哪一只股票，什么时候去买，什么时候卖。为什么？因为你学的都是碎片，而不是一套系统。因为你定的都是赢家的战略，而投资可以长期安心赚钱的关键呢，是去思考如何让自己输得起。我们要的不是去猜测美联储下一步会做什么，而是无论他做什么，我们都可以很稳定的赚钱。所以哪一只股票明天会涨，跟你10年后钱包里面是赚钱还是亏钱呢，是没有直接关系的。你要的是可以去识别趋势的大脑，永不沉没的船身，持续赚钱的引擎，
还有自动驾驶的导航。这一套系统呢，不是我一个人的理论，它是经过我们团队真金白银去操作，过万个弟子，半年内扭亏为盈，建立稳定现金流的验证来了。我们里面有学生，有上班族，有宝猫，跟你我一样，都是没有内幕跟背景的，而他们改变了只是思维跟系统。2026年我把这一套全新改良的投资系统放在一堂公益课里面，也就是完全不收任何的费用，但是名额非常的有限。我呼吁你赶快在影片描述上的第一条链接走进我们的投资改命培训营啊！所以美联储的资本家呢，他一直就维持着很高的利息，因为利息一降下来呢，钱就会跑走了，他们手上这几年炒高的资产呢，就可能会暴跌了。所以只要它不降息，那资产就不会暴跌嘛，汇率跟美债呢也不会暴跌嘛，失业率和通胀呢就不会暴涨嘛，而高利息还可以让他们继续趴在美国政府身上去吸水。就是美债最大的买家呢，不是日本也不是中国，而是美国自己家的资本家。美国政府借钱的利息越高呢，这些资本家就可以不断的放高利贷给美国政府，一直以来都是这么玩的。但是现在轮不到他们说了算了，就是你不降也要降了，因为美国政府直接下场了，把一切的规则都改写了。这房地美跟房利美呢，这两家公司一直以来都是要确保美国的银行有足够的钱可以借给美国人去买房嘛。而08年金融危机之后呢，这两家公司就被美国政府接管了。过去10几年，这两家公司所赚到的钱呢，大部分都是要上交给美国的国库了，然后美国政府就把这些钱存起来嘛。如果下一次再爆发金融危机的话，那这笔钱就可以用来救命了。而现在美国政府呢，就做了一件事，就是把这些救命的钱都全都拿出来，然后冲进市场疯狂的去买 MBS。 总之呢，就是把房贷的利率打了下来。简单来说，一旦房价跌了老百姓不还房贷了，那么这两家公司呢，就会没有救命钱去救命。但无所谓了，美国政府现在要的就是把借钱买房的利率降下来。然后第二件事呢，美国政府直接给信用卡设了一个天花板的利息。这之前才刚说了美国刷信用卡已经到了 21% 的利息了，银行的资本家靠这个赚了无数钱。那现在就好了，美国政府说只能收 10% 的利息，那这两件事代表什么呢？房贷跟信用卡的利息是不是就被降下来了？美国政府把那两家房产公司的风险准备金都拿了出来，都花到市场上面，让市场变得更有钱了，是不是就相当于印钱了？各位，一直以来要不要印钱跟降息呢，就只能是美联储的资本家去决定了，也必须要是他们来决定了。全世界都相信这一套嘛，就是美联储它不仅是美国的央行，更是世界的央行，因为全世界都要去用美元，而美元的发行权呢就在美联储的手上嘛，所以美联储呢就必须要独立于美国政府，不受政治的影响，这样才能公平公正的去调控全世界的经济嘛。而现在呢，美国政府不但在逼美联储降息，它更是直接架空了美联储，把一部分利息跟印钱的权利掌控在手上了。各位注意听了，美国政府不惜一切代价都要去弄美联储，他要的真的只是通胀，还要少还点钱这么简单吗？如果你在1970年代就已经活着了，你就会知道现在美国政府它真正要的是一场崩盘啊！因为只有崩盘了之后，美国的资本家才会把钱交出来，美国才可以长期的走一场大牛市。这不是第一次美国政府要去动美联储的资本家了。1970年的时候呢，当时的美国政府就直接找上美联储，让他们去降息印钱。如果你不跟着做呢，就要去改组美联储，甚至要把里面的人都换掉。所以要解雇美联储主席的这一套玩法呢，不是现在才发明出来了，早就已经做过了。那么当时的美联储呢，就没有顶住了压力，就真的把利息降下来了，然后呢还开始扩表印钱了。那么当时发生了什么呢？1972年美国的 GDP 暴涨了 5.3%。这看起来降息的效果还不错，对吧？看起来不错，是因为没有给你看这张图。当时美国的通胀直接从 3% 暴涨到 12%， 然后不久之后呢，失业率也不断的暴升了，最后就陷入了一个滞胀的危机里面。
智障呢不是智力有问题，而是说大部分的人都失业了，没有钱花了，但是物价却暴涨了，本来就没有钱了嘛，手上的钱还不断的贬值，也就是这张图灰色区域。所以当时的美联储呢就只能反手把这个利息提高，1975年到76年呢才把这个物价稳了下来。而好不容易才让这个物价降下来呢，美国政府又去逼美联储降息了。而当时的美联储再一次妥协了降息之后呢，通胀又直接涨到了 14% 了。几年这样通胀下来呢，美元的价值就贬值了 50% 了。那最后怎么办呢？美联储的资本家就换了一个主席，也就是保罗沃克。这个人一上台之后只做一件事，就是无脑的疯狂升息把美国的利息提升到了 20%。 各位你可以想象一下这多恐怖吗？你1000万放银行，什么都不用做，4年后你就有2000万了。这就让美国做生意的借不起钱了，没钱周转了就倒闭了普通人借不起钱买房了，房贷就断供了，上班的呢就失业了，有房的呢就睡街上了。这就是历史上很出名的经济大萧条了。也因为这样，美联储每一天呢都会受到无数的死亡威胁，但我美联储就是不降息，你能拿我怎么样呢？所以美联储就是用了这一次的经济衰退，向全世界证明了他们是独立的。从此之后就没有哪一个总统敢去弄美联储了。那么这些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呢？各位重中之重就来了。72年到74年，美联储被政府逼到要降息的时候，这个美股竟然是暴跌的，一跌就是跌了 50%， 跟08年金融危机的时候差不多了。也就是说，美联储被政府架空去降息的后果呢，反而就是让美股崩盘了。然后呢，新美联储主席保罗沃克上台了之后，他虽然是暴力的升息了，但是美股却是反而暴涨了 50% 了。也就是说，当美联储被架空的时候，美股是崩盘的；当资本家夺回美联储的时候，美股是暴涨了。最重要的是，从此以后，美股就重新开始了一段长达18年的大牛市，所有的指数呢都暴涨了10几倍。那回到现在，自从22年美联储升息了之后，他们这些资本家手上的公司股票就疯狂的暴涨了，就算出现了股债中呢，也重新涨了回去了。而且他们还可以一直放高利贷给美国政府。所以美国政府他要的不仅是降息，还要去逼他们把钱吐出来，把权交出来。只有这样呢，才可以重置整个经济，让股市跟美元可以走得更远。不然美国政府就会一直被资本家掐着脖子。而这个过程呢，一开始就会出现虚假繁荣，经济数据看起来好的不得了吧，但是很快通胀就会暴涨，然后就会陷入滞胀，最后就要经历一场经济的大萧条，直到美联储的资本家重新夺权呢，美国的经济才会重新起飞所以你要去思考的是，这一段动荡期真正有价值的财富跟资产是什么？你要如何去保住你辛苦赚回来的财富？如果你觉得投资是你一辈子迟早也要去学的技能，如果你想要第一时间收到我们的布局，如果你还没有走进投资改命培训营的公益课，那么你一定要赶快在影片描述上的第一条链接去报名了。今天这部影片，如果你有更好的理解，也欢迎不同意见的兄弟姐妹留言跟我们一起理性讨论。如果你觉得有些细节你听不懂了，我建议你把我前2-3期的影片看完，因为逻辑都是环环相扣了。而时间关系呢，只能在此结束。不过下一期你预期怎么样呢？很多人每周都在等这一句，将会是重中之重。好了，接下来我将会在每周日8点30分继续分享关于成为富人、企业家、投资家、达到财富自由的免费信息。如果你不想要错过的话，我还是呼吁你订阅我的频道，然后打开小铃铛，然后无私的把影片分享出去。我真心的祝福为这部影片点赞兄弟姐妹们早日达到财富自由。只要你们能在我今天说的内容里面找到1-2句话是有用的，能够帮助你自己的人生过得好一些呢，我就心满意足了。好了，我们下礼拜不见不散，拜。